大家好，昨天 AI 芯片股跌得超级惨，彭博社放出一条消息，说 Meta 正在秘密筹备一个内部代号叫做 Meta Compute 的云端业务，要把自己多余的 AI 算力拿出去卖。将来它是要跟亚马逊的 AWS、微软 Azure、谷歌 Cloud 正面开打。以后大家用一个 API key 就可以直接用 Meta 的服务器运行各种的模型之类的。一听这个消息啊，这个 Nubis、CoreWeave 这种的出售算力的公司，制造设备、光链接等等的一切和 AI 相关的股票都直接和崩盘了一样，一晚上跌的真的是非常惨。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 AI 投资是不是真的出现了泡沫？记忆体、芯片股还能投吗？今天我就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这一天大家赶紧帮忙点赞订阅，人数冲到20万，我就给大家公开我下半年的股票投资清单。感谢大家。请注意，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最近这2天的下跌，我认为还是市场的借贷杠杆太高，交易太集中在 AI 产业链。但是现在不是 AI 产业链投资转折的时刻，泡沫还没有来。现在韩国、美国、日本、台湾等等的这些的杠杆都开到3到5倍，4代同堂。投资者的脑子里啊，在这种压力下会瞬间变成一个草履虫，整个脑子里只有2个字冲和跑。有好消息，大家就一起冲高；坏消息来，鬼故事一出现，直接就斩仓。不斩仓的话，直接就归零了。所以啊，炒股票还是不要用什么2倍、3倍的杠杆ETF 也不要买啊，这个太危险了。所以啊，在这种压力下 ，Meta 准备出售算力，这个标题一出现，整个市场只看标题都不看文章了。他们脑子里只想出一条逻辑线 ：Meta 出售算力就等于自己用不完，说明 AI 需求过剩，就等于整个行业算力需求过剩。所以几大巨头以后要减少 Capex。资本支出、存储挂模块、封装设备啊，一切的都要完了。当一个使用高杠杆，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赌场的一个赌徒在市场交易，他们是没有任何理性的。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他们的逻辑为什么是错的。我还有很多数据支持，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信心。3月16号 ，Meta 跟 Nubis 签了最高270亿美元的5年期合约，其中120亿美元是专属产能。专门锁定 NVIDIA 最新的 Vera Rubin 平台。4月9号 ，Meta 跟 CoreWeave 把整个合约扩大到210亿美元，一路锁到2032年底。再加上旧的合约 ，Meta 成为 CoreWeave 最大客户之一，贡献100多个亿美元的订单。6月中旬 ，Meta 还跟 Crusoe 这个公司签了新单，把德州和密苏里2个数据中心合计1.6吉瓦的容量全部也都拿到手里。接着，刚过去的6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Google 因为自己的算力都不够用，直接限制了 Meta 使用 Gemini 的额度，逼得 Meta 要求内部员工省着用自己的 AI token。这些事件排列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 Meta 算力过剩要出售，那就不可能一边疯狂抢着这个算力，同时还被谷歌限流，接着这2天就说自己的产能过剩。这个是逻辑问题，如果真的出现这个状态，可能就是扎克伯格左右互搏，自己打自己脸，脑子有问题。所以当这种逻辑问题出现的话，它背后肯定有一些我们都不知道的真相。我先不说数据，我们先可以用一些常识想象一下，如果你就是扎克伯格 CEO， 你天天看着自己花着几十亿、几百亿买什么算力、辉达显卡、GPU、CPU、记忆体，买完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股票怎么天天往下掉，怎么办？这肯定是焦头烂额，是吧？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看到了一个新闻，发现马斯克把自己的 XAI 算力出售给 Anthropic， 之后又出售给谷歌，每月可以拿到20多亿美元稳稳拿在手里。这时候 SpaceX 刚刚准备上市，它的股价估值蹭蹭往上涨。这时候你作为扎克伯格，你会怎么想？你肯定是想学马斯克，是吧？出售算力给世界，然后增加新的收入、新的现金流。这样就把 AI 给变现了，把股价给拉起来了。从常识来看这个肯定就是扎克伯格心里在想的。然后你可以再想一下，为什么马斯克要出售 XAI 的算力给谷歌跟 Anthropic？ 其实就是因为马斯克自己的 XAI 模型很难立刻赶上 OpenAI 和 Cloud， 甚至赶不上 Google Gemini， 他还在开发，但是他还是差一些东西。现在很多企业都不会使用 XAI， 然后也贡献不了收入。所以现在继续投入，还不如把这些算力租给更厉害的公司使用，这样就可以回收很多现金流嘛。这个剧本其实跟 Meta 一样， Meta 自己也研发了很多的 AI 模型，什么 Llama，
还有 Muse Spark 啊，这些大家可能都没用过，也没有听说过。虽然 AI 给 Meta 广告收入贡献了特别多，但是市场想看到更高的有关 AI 的增长，所以扎克伯格就干脆认为应该和马斯克一样，把数据中心租给想要的人，然后立刻就会产生现金流这个多简单啊，也不用训练更多的模型了。现在算力都这么紧张这个就是赚钱的最好的方法。另外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Meta 手里还有不同时代的芯片比如比较古老的 H100， 新的就是 Blackwell、Vera Rubin 之类的。这些卡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用途，而且里面有个更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不同的卡你是不能混着用的，因为一旦混着用，各种数据搬来搬去，从不同的这个卡搬来各种卡，它这个耗能越大，速度就越慢。你想要更快的训练，所以就要必须用同一种卡的型号，比如 Vera Rubin 你要训练，你要推理，用同一种速度是最快的。所以他之前买了很多老卡，比如这个 H100， 有点落伍，训练速度慢，推理也慢，但是丢掉非常可惜，就和鸡骨头一样砸一砸还有味儿。所以干脆出租出去卖算力就是最好的收入来源。我今天研究了很多数据，结论就是 AI 建设没有出现任何拐点。有个数据是全美40个数据中心的 H100 租金价格统计，这个图表就显示它是非常稳定的，$2一小时，最近这2天还上涨了。高阶的辉达 Blackwell Ultra 架构的 B300 价格是 H100 的3倍，$6.69一小时，也是很稳定，出租价格没有下降，昨天也涨了一点。从这2个图就可以看出来，旧的 H100 只能做推理了，价格便宜。大家想要更高的训练速度，更大的内存的 GPU， 价格就会贵很多，并且市场价格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下降。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DRAM 和固体硬盘的报价，也是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任何下降。而深圳华强北7月1日的报价最近我在 social media 上看到的 DDR5 价格比6月末出现了大幅增长。这些数据是不会说谎的， AI 需求还在火热之中。还有个新闻更加重要，就是 Palantir 和辉达开始合作， Palantir 股票就大涨了很多朋友会很开心。Palantir 执行长 Alex Karp 在昨天的采访里就说了一个信息量非常大的话，他说他的大型企业客户、国家客户基础设施部门等等的都在担心一件事，他们把时间和金钱都浪费在买其他的数据中心的 AI token 里面，比如 Cloud、OpenAI， 而且他们的企业数据，他们赚钱的秘密都进入了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就担心，如果这些 AI 公司把他们的数据拿去训练模型，那以后他们的商业机密，他们的赚钱的这个 alpha 不就没有了吗？利润来源也就越来越少。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这些数据给这些 Anthropic 和 OpenAI 呢？所以最后 Alex 的结论就是，客户想要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控制权，包括他们的数据站 data center， 还有计算能力，还有模型本身。他的意思就是，不是未来，在现在，大公司、政府部门，他们想要拥有自己的 data center， 想使用开源模型运行自己的业务，把自己的重要的核心机密保存在自己的数据中心里面。所以现在世界的企业那么多，政府部门又那么多，未来辉达就会建立一个 AI 工厂，给全世界的企业客户部门一站式提供私有的数据中心这个就需要更多的 GPU 和记忆体 CPU 之类的，一套全都来了。这个已经正在发生了，英伟达已经给万亿资产的制药厂礼来建了一个制药的研发中心，全是辉达最高级的 GPU。 礼来就掌握了自己的所有的数据模型，还有各种算力，全部是他们自己的。你就想一想，未来每一个制药企业，每一个汽车工厂，每一个其他的各种的产业，他们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数据中心，私有的，这个市场是多么的大。所以 Meta 砸盘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场机会。 Meta 股价在上涨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七巨头今年没怎么涨，估值变得非常的低。所以只要有一个 AI 上的利好，让 AI 数据中心给他们产生效益，让他们产生更高的现金流，让市场不担心他们这个自由现金流会下降，这样他们的股价就会触底反弹，慢慢大涨。按照产业的分析大约是在2028年以后，七巨头掌握了无数数据中心的无数算力的这些的大的公司，
他们的收入将会有大量的增长。所以未来的投资主题将会非常多。基础就是 AI 基建，接下来就是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到2027年末、2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7巨头的这个收益就会大量产生，他们的股价也会飞天的。所以现在来看你买的什么 Palantir、谷歌、Amazon、Meta 之类的其实也都不用怕，只要这些大的机构在投入，他们有这个数据中心，有这个算力，有智慧，未来他们的这些智慧就会变成金钱。大家要对投资有点信心要有想象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多多留言，我都会选最有价值的给大家做影片。感谢大家，别忘订阅、点赞、热推支持我。我们下期再见。